你醒啦！小妹妹，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我家呀，我父亲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你家呀，那请问你是谁呀？我叫李寒一。李寒一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李先生的女儿。这老头到底多大岁数啊？女儿居然这么小。寒一，客人醒了。阿娘，罪过呀，罪过。阿娘，这个叔叔好奇怪，是不是脑子不好呀？跟我阿爹一样气人。乖，可不能这样说叔叔。见过师娘。啊？在下百里东君，以后还请多多照顾。哎呀，我怎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收了一个徒弟呀？这是我内人，这是我小女，这是我家，你个傻子！管谁喊师娘呢？我知道，虽然吧，按照辈分来说，你应该喊我师兄，但是我真不介意抬抬我的阶位。要不这样，你也甭喊我师傅，喊爹。刘关，要不是因为你女儿姓李，能闹这么大笑话吗？他是跟我姓。敢问嫂嫂姓名？建新种，李新月。哦，我听我舅舅提起过，那可是压了名剑山庄一头的铸剑世家呀。雷兄，你可以啊！没想到你在外面威风凛凛，回家竟然是个赘婿。那是。别！我们霹雳堂雷家在江湖上也是赫有名的，好吧？你喊谁赘婿呢？我弄死你！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女儿为什么不姓雷啊？因为我爹被雷家宝逐出来了，子女不能姓雷。不过我也不想姓雷，听起来凶巴巴的。寒一，我们先回屋，让你爹跟这位叔叔谈他们的事情。走吧。行吧，既然你也醒了，师兄，带你去见见师傅吧。哎，等等，叶鼎之去哪儿了？他回来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去什么去啊？别去了。王师兄，你回来了。叶鼎之呢？难道他先入学堂了？他呀，他现在在天启城中最安全的地方养伤，美人在侧，浓情蜜意的，你就别管他了。什么意思呀？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
我先不走。王兄，麻烦你替我转告那小子，让他好好跟李先生学艺，我等着他名扬天下的那天。就这？他就说了这些？对啊。王兄弟，那位姑娘救你们的事儿，除了你们之外，还有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之外，就还有那天追杀我们的神秘人知道。除了你们之外，谁也别说。毕竟，这朝堂之事错综复杂。既然那位姑娘说了，救你们是她的个人行为，那景云王应该不知道。放心吧，我还是有分寸的。哦，对了，那天我听那个紫衣人说，叶鼎之也是什么天生五脉，要招他去哪儿？这样看来，景玉王妃那边确实是对他而言最安全的地方。到底什么才是天生五脉呀？这个问题，师傅应该知道答案。我就送二位到这儿了。线下任务完成，我也该回望城山了。多谢王师兄一路照拂，山高水长，我们有缘再见。百里师叔，您先请吧。好。他竟然闪开了！哎呀，失策了！哎呀，我用这个方法整到他诸位师兄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，都不是什么好孩子。哎。
无不无聊，无不无聊。堂堂学堂拜师礼，还用我玩剩下的招？我可是钱东城小霸王，下次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好了，虽然我们的开场有些遗憾，但是我们言归正传，开始学堂拜师礼。百里东君，尹落霞，我叫萧若风。当然知道了。我是学堂李先生座下七弟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可以管我叫七师兄和七师叔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管我叫小师兄。小师兄，七师叔，你话太多了吧？得嘞，师弟，走你！一定要这样吗？这份大礼我可受不起啊！这是拜师，又不是拜堂。师傅，董爸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小徒弟了。啊，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很好。嘿嘿嘿。哎，你刚刚叫我东巴？雷二剑三柳四，黑五炫六风七，到你这儿可不就是东巴了吗？我说师傅，你真的好无聊。是啊。是因为我实在活得太久了，好多事都因此变得无趣，所以只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了。那你到底活了多久啊？想当年我一见震天引得仙人从9天下凡，他们说我不是人间之才，应当到天上去逍遥。嘿，他们要把我拉到天上去啊，我可不去。仙人就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那我便赐你长生吧，好好在人间游历一番。”后来这一幕啊，被诗仙看到了，所以便有了那句诗：“仙人扶我顶，解法寿长生。”你说我活了多久啊？真的？废话，当然是假的。这徒弟怎么这么笨呢？都说江湖险恶呢。哎，这样吧，1个月之后我带你去游历一番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江湖的险恶。为何是1个月之后啊？你不是想喝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吗？这秋露白啊，1月只出1次。糟了，这个月的份额已经没了。没事儿，那就等下个月吧。下个月等你喝够了，咱们就启程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曾有人隐约跟我说我是天生五脉，方才王师兄告诉我，一鼎之他也是天生五脉。到底什么是天生五脉啊？天生五脉，天生五脉是一个幸运又不幸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答疑解惑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困了，困了。不是，真是个奇怪又倔强的老头。来，告诉我，师傅究竟给你取了什么样的名字？师傅会给你取什么样的名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叫做百里八。但是莫小黑说师傅那么懒，他只可能取2个字的名字，他觉得你应该叫做里八。所以你到底叫什么呢？东巴。咦，哎，对了，师兄们，师傅跟我说他活得可久了，这老头到底活了多少岁啊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。去年吧，他刚过完他的80大寿，今年刚过完70大寿，明年估摸着也该过100岁宴了。他老人家就这样，出门就一张嘴，张口就来，甭理他。东巴，雷二，东巴，雷二，东巴2。
小姐，小姐已经成为学堂弟子了，怎么还记得我们天外天？那日我没按计划行事，你对我有气也是应该的。小姐言重了，属下不敢。那日我本想将百里东君送至青龙门后，便去找你们，可我没有料到柳月公子将我留了下来。今日我寻得契机，便立刻来找你们了。可是，那日小姐为何没有将百里东君带到雨姬在的那条路呢？那日百里东君几经劫杀，心弦已经到了极度紧绷的境地。若是真的走上了那条路，遇到了雨姬，即便不敌被我们带走，以他的性格，别说是修炼训练功，怕是会直接找机会与我们玉石俱焚。此是其一，其二，我在想，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也没有更好的计划，日后再说吧。齐轩，我得走了，我会继续观察百里东君。等我做了决定，便同你们联系。雨姬那边，也烦你帮我解释。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我该不该把另一个天生无脉之事告知小姐呢？无事。小姐，宜多保重。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小姐，你究竟想做什么呢？徒儿，师父。行了，看来今日不宜下棋，早些休息吧。师父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问你去哪儿？可这关我什么事呢？我是真的很无聊，想找你下棋罢了。师父，现在可以下棋了。嗯，来，下。这才对嘛。云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
这是什么？我娘亲开始教我女工了，这是我绣的第1只荷包。文娟绣的太好看了，我好喜欢。纵然我算遍天下，也算不到我们的重逢竟会是这般模样。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，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，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我若说想带他出去，也不知道他肯不肯。回来了。白日里，我见到了小姐。哦，那小姐可有解释？其中细节，我日后再与你解释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小姐并未背叛天外天。那便好。吴相使那边还有何指示吗？他让我们送给北厉皇室一份大礼。什么？你说叶鼎之是叶云？叶雨的儿子那个叶云？怪不得他说他不要玉玺，怪不得他说他要的东西，本王一定能给他。他要的是本王的命，备马，快备马！本王要进宫。早啊，叶鼎之。
姑娘早。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今天是讲佛国？好啊。那姑娘等一等，我去洗把脸。久等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不冷吗？睡。我不怕冷。讲佛国吧。要去西域32佛国，会经过一座城碧罗城。而去碧罗城的路上，会途经一座名为三顾城的小城。所谓美人三顾，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。三顾。等一下，美女很多。对啊。换一个，不想听。哦，那我给你讲讲三顾城的特点吧。这三顾城呢，其实是由一些商人建立起来的，城中赌庄居多，最大那间叫美人庄。又是美人，过不去了是不是？我说的是赌庄。那赌庄为什么会是美人庄？因为美人很多啊。这负责最大赌庄的呢，就是一个花魁娘子，以天女为名。连花魁娘子都出来了。不说这个了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没去过美人庄。穿过三顾城，就到了碧罗城。这碧罗城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寺，叫九龙寺。小挂件儿，小玩意儿。轩儿，书这么好看啊！李先生，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这天下间有书千万，就算我一日不停，一刻不歇，读到此时也读不完这世间之书。这对我而言是最大的遗憾。为了少一点遗憾，便只能抓紧时间多读些书。唉，有些人啊，读书读成了书呆子，但如果读的书多到连100个书呆子加起来都比不上的话，或许就能成为儒仙了。小子，你说你这师傅哪里比得上我？要武功不会武功，要名气没有名气，你还不如跟着我呢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破个例，我虽然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但你仍然可以变成我的关门弟子，还多了一个字呢，如何？不要。你读的书没我师傅多。谁说的？我的年纪至少比他大2倍，我走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要多多了，我看过的书自然也比他20年前看过的还要多那么一点吧。我武功比他强啊。武功，从书上学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呀，大概是这天底下唯一一个拒绝做我徒弟的人。先生此言差矣。你去问那田间的庄稼汉、青楼的花魁女，亦或是沃千金的富家翁，想必都不愿意做先生的弟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见证天下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说不过你。哎，你此行的东西没忘了带吧？先生放心，
不敢忘。正好正好。哎，走，仙人给你接风去。走。嘿嘿。